谁啊？哦，就一个朋友，我去接个电话，顺便去趟洗手间。嗯。找我干嘛？佳宇是不是跟你在一起？你问这个干嘛？你现在在哪儿？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我有重要的事儿找佳宇，我必须要见他。我告诉你，严谨，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了。在接这通电话之前，我很不争气地对严谨抱有一丝幻想，心想也许他还记得我的生日。但事实证明，我想多了。Hurry, my lover, I'm still waiting for you. Let us arrive at sun. Reading our letters.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啊，没有，就店里面一些琐碎的小事儿。咱们开始吃吧。嗯。来，小雨，姐敬你一个，谢谢你那么用心的给我过生日。生日快乐。姐，你今天真漂亮。没有，你喝多了。说真的，像你那么帅的小伙，在学校难道没有女生追你啊？有，但是没有我喜欢的。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姐帮你寻摸寻摸。我觉得姐这样就挺好的。来，小雨，姐再敬你一杯，谢谢你给我过了个这么难忘的生日。有你这个弟弟，我真的很开心。该上甜点了。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小娥姐！谢谢。快许个愿吧。小雨，我还给你准备个礼物。
这些照片是我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偷拍的，你应该不会生气吧？怎么会？开心都来不及。那这礼物你喜欢吗？喜欢，谢谢小雨。姐，我有句重要的话想对你说。小雨，你别急，你听我说。其实，在我心里，姐姐就像阳光一样耀眼，即使我闭上眼，我也能够看到你，感受到你的温度。不管以后怎么样，将来你一定要嫁一个好人，因为你永远都是我心中最美的太阳女神。小雨，你也是我心中的那一缕光，我们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这么特别的礼物，一定要照张相。我们俩一起照一张。笑一个。来，你拿着。跟我出来。姐，你先拿着。我让你给我出来！打起来了！你干什么呀？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儿，跟你没有关系。让开！别动小姐，有什么事冲我来。小雨，你没事吧？你有病啊！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他该打，我今儿绝对不会放过他！你敢！严谨，你给我听好了，小雨才是我珍惜的人，你再敢动他，我跟你没完！季晓，你不要再被他给骗了，他不是你想象那种人，他就是个人渣。我是人渣，你是什么？你不就是个富二代吗？你在外边呼风唤雨，靠的还不是你们家？你牛什么呀你？走！哎，小姐，您可不能走，您得赔偿我们的损失。谁打早谁赔。哎，小姐，您可不能走。您看您朋友打成什么样了？我跟他们可说不清楚，还有餐费没结呢吗？我弟不是他已经结了吗？他说用完餐之后结。说，情报是不是你卖的？你说什么？我听不懂。还想跟我说？不是你还有谁？说！我说！我妈得了癌症，急需要做手术，我需要钱，我真的很需要钱。你为了钱背叛我，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别说20万了，200万我也可以给你。我管谁要钱，我都会要你的钱。你就为了你那点狗屁自尊心，老程都被你给害死了。老程怎么了？刘伟派人把他给撞了，这一切都怪你所赐。怎么会这样？我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我以为失败了还可以再来一次，你以为警方抓捕是做游戏吗？啊！这半年来所有的努力，全因为你白费了。小美和刘伟已经知道我们之间有内鬼，你觉得我俩还能活多久？啊！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妍姐。滚！你给我让开！你要打死他！战宇，你如果还算是个男人，就敢做敢当，把你的真面目给纪晓鸥看看！你走！今晚所有的损失，你找我负责。我那时候是彻底的搞砸了。小雨，你没事吧？对不起姐，毁了你的生日。你和严谨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没什么大事。我明天还有事，我先走了。严谨，你会骗我吗？我这一生只可能骗你一件事，就是有朝一日我不在了。突然袭来，我感觉有成千上万只蚂蚁在撕咬我的身体，尸骨的疼痛，牙齿裂开，骨头断掉，五脏六腑被撕扯，我从未有过那样的绝望。严谨，开门！严谨，严谨，就是不欢迎你。这是什么？
吸毒？像我这种瘾君子，你还惦记我干嘛？纪晓，你是不是疯了？你知不知道这东西值多少钱？从今往后，你是死是活，跟我再也没有关系。自从战宇对我说了那些话后，我就莫名其妙地对严谨重燃了一丝希望，也幻想着他就是我曾经爱着的那个严谨。而当我亲眼看到他吸毒时，那仅存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碎了。我发誓，我要彻底忘了他。是严谨吗？严谨是谁啊？你的心上人吗？你不会是越狱了吧？怕了？越狱不会穿得这么干净。我的小丫头还是那么聪明，这么久没见，看你都瘦了。来，让我看看瘦了多少。王八蛋，大骗子，骗我，骗我，骗我！妈，可劲儿骂，想怎么骂怎么骂。放开我！放开我！你别跟看大熊猫似的盯着我，我知道你想我。一个冬天不见了，脸皮倒是更厚。一个冬天没见，你嘴巴更硬了。你嘴巴越硬，代表你越想我。哎，跟我说一说，你刚才怎么猜到是我的？瞎蒙的。哎，你快说一说嘛！你身上混杂硫磺皂和烟草的味道。看来你对我身上的味道很敏感。你不想跟我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吗？哎呀，这漫漫长夜，气氛又这么好，咱不聊这个沉闷的话题。你看，我现在不是好端端的坐在你的面前，我当然不是大毒枭了。那你是谁？如果我说我是缉毒英雄，你信不信？简单说啊，我有一个好哥们儿叫程瑞敏，是禁毒支队的副支队长。我为了配合他破获一起贩毒案，我给他做卧底，不得已我才跟小美人搅和在一起。没想到啊，这中间出了很多意外，程瑞敏昏迷不醒。这个案子结束了，也没人能够证实我的卧底身份。唉，我就一直被关着，直到今天才沉冤得雪。这故事太长了，哎呀，我一时半会儿给你讲不清楚，等回头慢慢讲给你听。你现在只需要知道，我还是你心里那个眼睛，在我的心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姐，眼睛他确实是个好人，他跟那个小美人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他爱的人一直是你。小雨死了，你知道吗？周定辉告诉我了，他也应该来过你这儿吧？小欧，你相信我会杀战宇吗？我当然不相信。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你会杀战宇，你不是那样的人。用你这句话就够了。战宇出了意外，我跟你一样都很难过。但人已经死了，你没有必要跟自己过不去。战宇到底得罪了什么人？什么人会对他下如此毒手？赵廷辉又为什么会怀疑你？现在警方正在调查，跟死者有关的人都会被怀疑。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协助警方找到真凶的。严姐，现在警方怀疑你涉嫌杀害并分尸了战宇，麻烦你跟我们回去一趟。我们抓错人了。警方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会随便抓人的。铐上，带走。别担心了，我就是去跟他聊聊天，晚一点我就回来。到人民医院找陈瑞敏，他会跟你解释我的身份，相信我。走了。帮我交给辩护律师。
长、审判员，刚才警方点名了，我当事人假扮清洁工将被害人尸体从家中运出。按照警方的说法，第一张照片严谨出现在电梯口，可以看作是他运尸的起点。时间显示为去年12月31日22点25分。到达第二张照片所在地的时间为22点40分，期间的时差是15分钟。也就是说，在这15分钟内，我的当事人需要从居住的8楼下到地库，沿着地库盲区的路线走，然后再来到清洁工出现的位置。对此，我们有很大的疑问。大家不要忘记，我的当事人当时有毒瘾在身，并且当晚没有吸食过毒品。在体力和意志力都很薄弱的情况下，他能否在这短短的15分钟内，从居住的8楼来到清洁工被拍摄到的位置？对此，我们特意做了一个实验。准备好了吗？3、2、1，开始。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找了一个身形和体能都跟严谨相似的人来协助我们做实验，也就是画面中的男士冯卫星。冯卫星背着占与同等体重的沙袋，从8楼走到负1层，总共需要4分13秒。到达地库后，冯卫星将沙袋装进垃圾桶，换上清洁工的衣服和鞋子，需要3分20秒。然后他推着垃圾桶，按照地库探头盲区路线走，直到出口前需要9分39秒。出口，再走到清洁工被拍摄到的路灯位置，又花费了60秒。怎么样？为了保证实验数据的真实有效性，我们一共进行了5次条件相同的试验，算取了平均值。黄大哥，我们再来一遍。最后，所有时间数据相加得出的结果为18分02秒。比警方给出的时间慢了将近3分钟。也许有人认为这3分钟并不足以说明什么，但我想说的是，这位测试者也曾经做过缉毒警，受过专业的训练，而且他本人常年坚持跑步，在体能和敏捷度上都远远强于严谨，他只会比严谨更快。如果连他都达不到视频中的速度，那么被毒瘾缠身的严谨就更不可能。所以这个实验就充分证明了严谨不是当晚的那个清洁工，也就证明他根本就不是杀害战宇的凶手，凶手一定另有其人。审判长，新证据提交完毕。相比于公诉方提供的主观人证，我相信这份物证可以更好地为我的当事人证明清白。证人纪晓欧已经到庭，公诉人、辩护人，你们对证人有什么问题要问？审判长，我没有问题了。证人纪晓欧，请问你和死者战宇是什么关系？他是我咖啡馆的员工，我们一直情同姐弟。那请问，你和被害人战宇以及我的当事人严谨之间是否存在三角关系？从不存在。严谨和战宇从来就不是情敌关系。在我和战宇最后一次见面中，他曾亲口告诉我，严谨是好人，让我不要误会他，而他也会做一个让我觉得骄傲的弟弟。
在我的理解里，战宇已经做好了要与严谨配合，甚至自首的准备。至于我和严谨，我们从来都没有正式的确立过恋爱关系。但是我从始至终爱的人都是他。只有我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他曾经是多么努力的想要救战宇。我相信他是清白的，也相信法律一定会给予他最公平公正的判决。全体起立。对于辩护方提供的最新视听资料证据，本院将进一步调查核实，择期宣判。根据辩护方提供的视听资料证据，本院找到了一名现役武警特种兵，进行了反复多次的试验，结论一致，本院予以采纳。现判决如下：被告人严谨谋杀分尸战宇一案，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不构成犯罪，判处被告人严谨无罪，应立即释放，恢复人身自由。一会儿见着人干嘛去呀？打个招呼，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呀，还能干嘛去啊？别装了，你在法庭上说那些话让我都起鸡皮疙瘩了。这么久没见，是不是得干柴烈火呀？你瞎说什么呢？我就知道你们所有人都在。这世界上没有我，是不是太无聊了？你别说，没你这评审，我还真挺不习惯的。怎么回事？怎么许你们在法庭上公然表白，不许我们秀恩爱呀？可以啊，老冯，看不出来。哎，行，别拿我开涮。怎么了？那天我就在法庭上看你一瘸一拐的，发生什么事儿了？没事儿。什么没事儿啊？他为了你做实验拍录像，摔了特别惨的一跤，爬起来就跑，这都是为你啊，严姐。冯大哥夸张了，就一点小伤。这怎么能是小伤呢？严谨，你看我们家小欧都被你伤成什么样了？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儿，你得表个态吧。米娅说的对，今天是个好日子，你要是再不表态，我们大家都不会放过你。哎呀，那行吧，我表个态。难得今儿人比较齐啊，我请大伙到1/3吃一顿好的，都得去，不可以请假，谁不去我会难过的。躲什么呢？往哪儿躲了？我是真的要上厕所。刚才参军员工欢迎严谨的时候，大家都在那儿喊喝喜酒，喝喜酒，把你喊得脸都红了。怎么样，心里是不是特高兴？你有完没完？没完。看看你这脸色，好不容易见到严谨，你也不知道打扮打扮。最近为了这个案子，整天提心吊胆，连大气儿都不敢喘，没有时间捯饬自己。抹口红气色能好一点。我有预感啊，今天晚上严谨没准会有什么动作。你别瞎说，
他刚出来，今天晚上都他朋友，你别瞎起哄。不信咱们就走着瞧。2楼啊，罗旺斯房间。白酒，坐。哎，这是老冯的位子，你坐这边。快点儿。哟，小欧上来了。坐哥。人齐了啊，坐坐坐。行，那我先说2句。这一年啊，发生了太多的事儿，也不知道从何说起。总之，这大半年，我让大家操心了。这第一杯啊，我敬你们所有人。来，来吧，来，干！我的亲妹妹，大度，甭跟我矫情。好，闹过了啊。为了核实这段视频，法院找了武警特种部队最优秀的战士去做实验，时间和路线都没问题，严胜的论点是站得住脚的。如果说严谨不是凶手，那凶手是谁？是他说的这个刘伟吗？目前刘伟的嫌疑最大，严谨说过，这家伙是个亡命之徒，况且禁毒支队到现在都还没有他的下落。但是现在没有证据指向刘伟，这点也挺奇怪的。据严谨所说，凶手的目的不是战宇，就是严谨他自己。且案发前后的时间来看，刘伟就是严谨最大的死敌，而且只有刘伟有足够的杀人动机。且有能力杀死严谨。要说这官司能打赢，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主要是小欧，是他不放弃，鼓励我坚持到最后，所以你好好谢谢人家。没错，严慎说的对，这事儿你真的应该好好谢谢小欧。如果没有小欧这大刀阔斧锐意改革，说实话，这1/3真的很难撑下来。哎，没，我这是随便支了个招。一个一个来，着什么急呀？我这杯酒啊，我得敬老冯啊！你对1/3做的贡献啊，我都记在心里。这真是我应该的。来，咱哥俩干一个。好。那个，今儿人都挺齐的，我有件喜事儿想向大家宣布，我怀孕了。哇！这好事儿啊！好事儿。真怀了？之前问你还一直不说，我这不是想给你们个惊喜吗？老冯，平时看你老实巴交一个人啊，你在生孩子这个事儿上，你是有天赋的，一发就中。这什么呀？不行了吧？不行不行！哎，冯大哥太好了，乐乐要有弟弟妹妹了。真的。真的。来，快坐。那现在我的惊喜说完了，下面该严老板了。长夜漫漫，重点啊，不得放在最后吗？纪晓，咱们之间发生了太多戏剧性的故事，甚至差一点成了悲剧。但是有故事的2个人，老了以后才有下酒的，不是？对吧？对。那天在法庭上，你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表情，我都会铭记一辈子。说重点。小欧，今夜的你格外美丽。
就好像这玫瑰花一样，艳丽、出众。茫茫人海当中，能让我遇到你，是我这一辈子莫大的荣幸。来，吃个虾吧。哎，你们也别干瞪眼啊！来吃啊，这虾好，来吃吃吃，来，一人一个。来，老婆，自己来。吃啊，干嘛呢？你又干什么？哎呀，光顾着说话了啊！敬小欧的酒，咱还没喝呢。来，我敬你一杯。不行啊，咱走2个。来。来第2杯。哎，我就喜欢纪晓欧这股飒劲儿啊，豪爽。你左一句喜欢，右一句喜欢的，那你倒是说清楚啊！喜欢就是喜欢啊，异性间没有喜欢啊。我就喜欢跟纪晓欧当兄弟，做哥们儿。严姐，好。既然严总那么欣赏我这个兄弟，那我也得回敬你一个，不是？谢谢你刚才对我说的话，既幽默又感人，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杯敬你，干。一个不行，走2个，咱们俩也算有过命的交情。这白酒不能这么喝。哎，行了，咱们说点正事儿啊。妍姐，今晚不许再喝了啊！下午医生给我来电话了，明天一早我要送你去康复中心完成1周的康复治疗。啊，这刚出来又要管老子？哎，我在里头已经把毒戒了，我不去。你现在是身体上的戒断，必须要康复治疗。一来呢是避免复吸，二来要从心理上彻底戒断。无论从心理上还是身体上，我都已经戒了，你就不用操心了。是你说的对，还是医生说的对？是老程说的对。你好好关他1周。这可是大事儿，严姐，你一定要去。1周可能不够吧？我觉得严谨现在这个疯癫样，怎么着也得1个月。哎呀，我这刚出来又让我进去，你们舍得吗？舍得。在家戒不是不行，但是得有人监督啊。要不这样呗，妍珊，你就负责监督你哥呗，封闭式戒毒期。不了，谢谢。我要在家睡个3天3夜，没什么事都别来找我啊。我看要不让小欧监督吧。我看行。严老板，我们小欧呢可是出生在医生世家，像什么测个血压啊、量个心率啊，这都没有问题。也实在是没有别的人选了啊，只能是麻烦小欧出马了呀。我才伺候不了严大少爷呢，我还有似水流年要打理。哎呦，似水流年交给我呀，我在休假呢，看个几天没问题。好主意，啊，小欧最合适了呀。对啊。好吧，我来监督你呀，似水流年就交给你了。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小欧，严谨就拜托给你了，这7天一定要寸步不离，保证完成任务。这下你就放心了。哎呦，对，来，妹妹。报告机管教，距离目的地，我的私人戒毒中心还有2公里。妍姐，我可警告你，我是来帮你戒毒的，你最好少给我耍心。遵命。走吧。这栋怎么样？环境不错吧？
当年我可是跋山涉水找了很多地方，都觉得不满意。最后就是站在这儿，看到远处这片风景，唉，我心一下就化了。你看这明湖多漂亮！话还没说完呢，看一看再走啊！赶紧开门。行吗？其实我很少有时间过来住，但会有人每2个礼拜过来打扫一次。我先声明一下，这个地方没有其他女孩来过，就严慎来过1回。房子这么大，这不是给我添麻烦吗？你躲起来我都找不到你。我不躲啊，我天天围着你，我还来不及呢。干嘛呢？手拿开。那什么，参观一下吧。怎么样？装修风格还满意吗？哇，哎呦，你床垫真舒服。哎，你躺下试试。你想多了，我住你旁边那间。那你怎么接受啊？白天我可以监视你，晚上不方便。但是有了这个，我可以随时看到你的画面。季晓，你太丧心病狂了吧？还有没有人身自由啊？不过，就是喜欢被你控制。哎，这干嘛呀？这都录下来了，我有证据，能告诉你耍流氓。好啊，你告啊！你请严胜来给你当律师，我给你掏律师费。那你得对我负责。我负你个头啊！我让你躺好，调整一下摄像头的角度。哎，你别走啊！楼上还没看呢。小欧，给我拿个雪糕。哎，扔它干嘛？这个你不能吃。这该买的东西我已经在网上下过单了。这7天你必须从生理和心理上彻底戒断，你吃什么做什么都得我说了算。小欧，这是干嘛呀？我让你干嘛就干嘛。站过去。趴墙上，站好了。哎，这戒毒手机还怎么没收啊？全封闭戒毒，听不懂全封闭的意思？转过身。衣服用不用脱？再对管教出言不逊，就罚你做100个俯卧撑。才100个，那就500个。啊！我报告机管教，我要休息。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刚刚谁说才100个？这会儿就示弱了。啊！哎呀，折腾1天了，我真饿了。乖，你把这100个做完，我就给你开饭。吃什么呀？哦，忘告诉你了，你这7天只能吃素，就是为了给你清理肠道，彻底把你这1年积攒的毒素和垃圾都排干净。喂，严谨家什么样啊？你多给我发点照片。这严谨家是不是跟比弗利山庄似的？不就是土豪住的大房子吗？有什么好的呀？你不稀罕？我跟老冯去住啊。你都有老冯和孩子了，还惦记什么大别墅？严谨呢？你们俩没在一块儿啊？
他洗澡呢。哟，听你这口气，你们俩是发生什么了？哎，这你那脑子里面除了男女之情就没点别的了？我说认真的呢，报复归报复，然后得给人家留点机会。给他机会，你忘了他怎么虐我，怎么当众耍我的？我这个叫礼尚往来，让他看得到摸不到，天天惦记得不到，最毒妇人心。不过我可告诉你啊，你可一定要注意尺度，这女人太强势，男人是会害怕的。我就是这样的人，接受不了就请绕道走。先不跟你说了啊，我回头给你微信。我看看，真棒！怎么还没洗啊？水都快凉了。小心看到眼里拔不出来哦。我就是看看你是死是活，别一个不小心被我给练晕过去了。哎呦，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晕，胸口发闷，啊，浑身无力，呼吸还有点困难。我倒要看看你能憋多久。金管江，你想摸就摸呗。我不是想摸你，我只是第一次看到你身上这些疤，有点好奇而已。他们啊，都是我的勋章。你要想听的话，我就一个一个的给你讲。但有个前提，你得陪我洗澡。哦，哎呀，那你就别洗，10分钟后楼下吃饭，迟到1分钟就收餐。严谨，严谨，开门。严谨，起床了。怎么又睡了？这才几点？你不是答应我让我睡个懒觉吗？你已经睡了7个小时，足够了。赶紧起，洗漱换衣服，下楼晨跑。老规矩，迟到1分钟，多罚1公里。Take my hand in your hand, so I get to know all about you. 他4公里就跑得动了，不觉得给武警丢人呀？ To the other side, I have you in my head, round and round. There is no more to hold, and we can't help but fall in love again. I will protect you. No one can hurt you. What if I become an incredible man? I devote myself to you, babe. 怎么了呀？跑不动了，跑不动了，浑身酸疼，头2天不带这么练的。给你5分钟休息时间。行，我渴了，我去买2瓶水。
喂，你和严谨在一起是不是？没有啊！你撒谎！我刚从店里出来，小房都跟我说了，计较哦，你还没傻够是吧？你好不容易从火坑里走出来，你怎么又往里跳呢？什么火坑呀？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就算他没杀人，他是缉毒英雄，你俩也不能在一起。他现在有毒瘾在身，你知不知道？妈，严谨吸毒是为了破案，是无可奈何。他之前在看守所已经很努力的在戒毒了，他已经快成功了。我做医生的，我知道这毒品的危害。就算他能戒掉，日后也有可能复吸。像他这样的例子，我见多了，后患无穷。你可不能把自己的未来赌在这种人身上。妈，严谨和那些吸毒人员的情况不一样，他最痛恨毒品，就算他死，他也不会复吸。我相信他。相信能管用吗？我还相信你爸能成为亿万富翁呢。我还相信你在30岁之前能结婚生子呢。有用吗？小欧，你听妈劝，一辈子长着呢，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世上除了严谨之外，有的是好男人。你还是慢慢跟他断绝来往吧。妈，以前你误会严谨，发2句牢骚就算了，现在你明明知道我们俩的感情已经是不可能分开了，你说这些除了影响我们母女感情还有什么用？我和严谨现在只是普通朋友，我是以普通朋友的身份帮他康复治疗，他体检合格我就一定回家，我保证这期间我一定不会干任何出格的事儿，没什么事儿我就挂了。给你。怎么了？没事吗？我没事啊，你休息好了？啊，我现在精神满满。那接着跑吧。是，尽管叫。哎呦，尽管叫，我写的胳膊都快抽筋了。差不多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是不是被我的光辉岁月迷倒了？哎，这张什么时候拍的呀？哦，这张啊，孙佳玉离开武警特战队之前，我就记得那会儿，老程跟周爽刚刚结婚。那这个女孩是谁呀？不会是你的初恋女友吧？不是，孙佳玉的女朋友叫沈五月，啊，我们当时都一起玩的。5月，这名字好听。哎，那他现在……尽管叫，我肚子好饿，申请加个餐行吗？好，你等着吧。好嘞。坚持每天练声，对，来坚持每年会举办不知道音乐会，对，这可能在也不知道警方有没有搜索到刘伟的消息。法网恢恢，就光把心放到肚子。你别说啊，那刘伟演我演的还挺像，我自己看都觉得像。你一个戏精，还吐槽别人？我怎么戏精了？你当初为了查案，假装喜欢我、追求我，甚至利用我，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吃点水果，消消气。我伪装了自己的目的接近你，别有用心的待在你那儿，是我不对。但我真的没有假装喜欢你，是扎扎实实的，你动了心。对我这个哥们儿动了心。叫佳宇了吧？
其实我昨天也梦到那小子了，梦到他拉琴的样子。他的葬礼我也没参加，要不然明天你带我去看看他吧。小雨，我和严谨来看你了。佳宇，好久不见了。KK 和战宇真的很不像吗？你就当做 KK 不存在吧。我想这也是战宇的意思。如果不是生在那样一个家庭，他一定是个令人骄傲的好孩子。坦白说，战宇的死，我也有一定的责任。如果跨年夜那天晚上，我愿意给他一次机会，跟他好好谈一谈，可能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你为什么不愿意相信他？我之前根本无法理解他为了钱背叛我，直到我在里头遇到一个叫马林的孩子，他跟战宇很像。为了给爷爷救命的保险金，失手杀了人，背叛了死魂，从此失去了光明的前途。听完他的故事，我才知道，钱对于战宇而言有多么重要。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更何况他是个20出头的孩子，他是那个家唯一的支柱。战宇，对不起。如果有来世，希望小雨她能活得轻松一点，不需要被上天眷顾，但也不需要背负那么多的人间疾苦，只要平凡的活着就够了。战宇这一生虽然短暂，但也有在夜空中划过的耀眼瞬间，让看到他的人铭记一辈子。我的人生中还有过这样一个人。你说的是孙佳玉吗？看来严慎已经告诉过你我们三兄弟的故事了。他就葬在离这不远的地方，你陪我去看看他。儿子，小1年没过来看你了。放心吧，打火机我没弄丢，过段日子我肯定拿回来。这个墓碑上怎么就写了这些字呀？是为了保证这些英雄的家属不被毒贩跟踪报复。我刚进禁毒大队那会儿，认识一个老大哥。有一次他在伪装侦查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他的丈母娘和女儿。女儿忍不住喊他一声爸爸。他虽然当场没有答应，但3天过后，他们家还是被灭口了，被煤气熏晕，活活烧死。缉毒警是一帮行走在刀尖上的人，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因为他们面对的永远都是那帮穷凶极恶的毒贩。那些毒贩都是在用命换钱，没有什么人性可言。那你有害怕过吗？我当警察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虽然离开了警队，但我始终保持着对那份职业的忠诚和信仰。这1年多以来，每当我监制北亚区的时候，我都会回想起我曾经穿过的那身警服。最重要的是想你。你们3兄弟的感情一定很好吧？能
能给我讲讲你们的故事吗？来纸了吗？10年前，我跟老程一起被调到武警特战队的时候，孙佳玉就睡在我的上铺。但那个时候，她是我最讨厌的。我这个人从小就爱闯老大，在武警特战队也一样。战友们看我各方面能力都很出色，家境殷实，人也仗义，免不了都跟我称兄道弟的。那时候孙佳玉离我很近，但态度上却是对我最冷淡的一个。后来我得知孙佳玉是个孤儿，她那桀骜不驯的性格让她在儿童福利院的时候经常惹祸。后来老院长担心她走弯路，才把她送到武警特战队，没想到却成就了一名出色的战士。训练场上，孙佳玉是个拼命三郎，队里只有她能和我一决高下。我们俩自然是不打不相识。有一次我找她那麻烦，还赶上了上级领导突击检查。本以为我这回处分是挨定了，我没想到孙佳玉主动承担了责任。因为那件事，孙佳玉被罚福州10公里。那天下着大雨，我看见她在训练场上一圈一圈的跑，回到宿舍半点怨言都没有。我特别惭愧，也打心眼里觉得他是个男人。从那以后，我、孙佳玉和老程就成了好兄弟，几乎每天都要腻在一起。原本残酷枯燥的训练，也变得有意思了。一次休假外出，我们在商店看中了那款杜鹏打火机，攒了3个月的钱才把它买了下来，还特意请人在上面刻下了我们3个人的姓。就在那一天，我们正式结拜。按照年龄，老程是老大，孙佳玉老2，我老1。半年后，二子因为盗窃公物被开除了，他几乎是用一种荒唐而可笑的方式离开。长达1年的时间，我们都失联了。在我他消息的时候，他已经面目全非，跟毒贩混迹在一起。那是我第一次觉得人生如此荒谬，怎么都想不明白，人怎么说变就变。1年后，我和老程一起考入了市禁毒支队，成为了光荣的缉毒警察。就在我想要忘掉二子的时候，我得知二子当年离开部队的真正原因是到了邓坤的贩毒集团去当卧底。能被上级挑中去当卧底的，一定是最优秀的兵。我很开心，二子还是当年那个儿子。后来的事儿，你应该听说。我就是不甘心啊！我凭什么比二子差呀？我多希望
我就是当年那个最优秀的兵。这些年来，我一直都挺愧疚的。曾经发誓同生共死的三兄弟，以为一辈子可以不离不弃的三个人，一不小心就走散了。1/3就变成了永远无法填补的残缺。这个就是你开1/3的原因吧？我开餐厅是因为我喜欢吃。不过二子生前最喜欢吃的东西就是海鲜。没想到你还挺深情的。纪晓，你第一天认识我，只要你有酒，个个都是故事。就你这身体还喝酒，老老实实喝果汁吧。时间不早了，咱们走吧。二子，走了，回见吧。对了，忘了给你介绍了，这姑娘叫纪晓欧，是你未来的弟媳妇儿，长得漂亮吧？你叽里咕噜在讲什么呢？啊！我跟二子说，你叫纪晓欧。哎，你们是找李美琴的吗？阿姨，她不在家吗？别提了，她最近神神叨叨的，整个人都很不正常。这不，晕倒了，送医院了。您知道是哪一家医院吗？人民医院。阿姨，您醒了。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我联系啊？我问过医生了，他说你只是血压有点高，身体有点虚弱，休养2天就好了。我怎么还不死？死了就一了百了。阿姨，你别这么想，我已经让我爸给您安排好了股骨头坏死的手术，钱您不用担心。小雨生前没有完成的事儿，我们帮他完成。不要提小雨，你口口声声说帮。
小雨，小雨，哎，来了。小雨走之前的这段日子，他特别不开心。他那么小小的年龄，身上却承担了那么重的担子。他一定不想让你觉得他是个坏孩子。姐，从小到大都没有人对我那么好。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做你弟，我一定做一个令你骄傲的弟弟。姐，你对我们这么好，我想就像现在这样，照顾你一辈子。对不起。可能这就是命吧。小雨。吃饭吧。哎，你不吃了？我没什么胃口，想上去休息一下。哦，吃完饭记得把晚上任务完成了。喂，陈大哥。体检报告收到了吧？收到了，刚看完。尿液检验呈阴性，各项指标都很正常，体重还长了3公斤。天天吃素，没接受啊？小，都是你的功劳啊！没有，还是严谨自己努力的成果。你让他接电话。喂，这期间过得很滋润呢。那是相当的滋润。2件事啊，第一件事刘伟漏了，我们正在商量抓捕方案。他人现在在哪儿？境外，躲在一家地下作坊内，被当地黑社会罩着。我们一时很难下手，这线索还是小美人提供。刘伟身上肯定会有武器，你们一定要小心。你放心吧。第2件事，李川那边已经安排好了，剩下的就看你的了，务必把人带到现场。OK， 知道了，辛苦了。真的有刘伟消息了？人在境外出现了，老程他们正在安排抓捕，但难度很大。希望一切顺利。要是刘伟能被抓住，战宇的案子就能水落石出了。是啊。好了，你体检合格，我监督工作也完成了，一会儿我收拾一下东西就走。小梦，第7天还没过呢，要走的话也是明儿走啊，对吗？今晚走和明早走有区别吗？有区别啊！你看这一周你付出这么多，我好歹做一顿大餐表示表示。咱们兄弟俩客气什么呀？山高水长，来日方长，有的是时间把酒欢歌。我好多地方都没带你去玩呢，再待2天就2天，就当度假了，你看行吗？严总，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也有自己的事儿要忙。
方雅那么粗心大意，店里指不定乱成什么样子，我也不能欺负一个孕妇啊。车我已经叫了，今天必须撤。不行，你不能把我一个人扔这儿。说好了在一起7天，少1分钟1秒钟都不叫7天。懒得听你唠叨，松开。不松，不松。你看天马上黑了，山路特别不好走，人家师傅过来，万一路上打滑，出了事故，那伤的不是一个人，是一大家子人。我求你了，小豪，明儿走吧，好不好？好吧，给兄弟一个面子，明儿再走。但明儿走你再拦我，我可报警了。行，啊。摄像头我拿走了，今天晚上不会再侵犯你的隐私了。唉，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时间不早了，我先睡了。这么早睡啊？困了，你也早点睡吧。是该早点睡啊。最近辛苦了啊，睡个美容觉好。着凉了呀？可能夜跑的时候风吹着了，没事，洗个热水澡就好了。晚安。晚安。Hurry, my lover, I'm still waiting for you. Let us arrive at sunrise. I'm reading our letters from the very first time with all the memories. 烟姐，停电了。是啊，怎么停电了？这么好的别墅怎么会停电呀？搞死没了我！可能外面雨下太大了，把线路给吹断了。没事儿，怕吗？我不怕。行吧，那你早点睡吧。哦。你澡洗完了吗？没呢，别提了，刚洗上头，泡沫还没冲呢。没热水你怎么洗呀？在部队我都洗冷水澡，放心吧，没事儿。那你洗完多穿点衣服，别着凉。好，先睡吧啊。I can't stop loving you, my love.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好像有点发烧，屋里没有空调，太冷了，我就想跟你一起一块睡，两个人在一块暖和一点。怎么这么烫呀？不会真被我说中了吧？看来你背地里没少诅咒我。你等着，我去给你找药。哎，不用了，我从小就不吃药，捂严实点，出点汗就好。我发誓，我只睡觉，我什么都不做。那你转过去，转过去。真有你的，打着苦肉计的幌子来耍流氓。我都这样了，我怎么耍流氓？我喜欢你，能叫耍流氓吗？
我一直以为你把我当兄弟呢。就你这勇猛无敌、怀揣绝技的样子，不把你当兄弟都不行。得了，我还是戴口罩。赶紧睡吧。刚才谁说只睡觉什么事儿都不干的？不知道，不是我说。你再乱摸我，我咬你了！咬啊！哥这人咬，可劲儿咬，即便你怎么咬。现在老实了吧？别吃苦肉计了，赶紧起来！别叫了，我动不了。老板打个120。装什么装？赶紧起来！不就踢了你一脚吗？我没装，我腰动不了，快打120。你腰怎么了？估计是钉子错位了。什么钉子呀？